保姆每天都往老人眼里滴一勺烈酒，然后再用手疯狂揉搓，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测试老人是否真的失明。因为小保姆每晚睡觉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他。如果单单只是感觉也就算了，偏偏门上的纸被人捅了一个洞，而且外面还有轻微的喘息声。可当他打开门查看时，外面又什么都没有。但这所宅子除了他和老人，就再也没有任何活物，所以他怀疑老人是在装瞎，然后趁他睡着时偷窥他，甚至干一些变态的事儿。然而53度的白酒滴进眼里，老人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。紧接着保姆又换了种方法测试，扶老人走路时，故意把他往错误的方向引导，甚至给老人穿上了花棉袄，还故意在他面前玩刀子。但这些方式都没有用，老人表现得跟正常瞎子一模一样，这就说明他没有偷窥的能力。可门上的洞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了彻底搞清楚心中疑惑，也为了让自己不再害怕，他找到村里的牧师寻求帮助。当牧师听完他所有的描述后，信誓旦旦地告诉他，老人已经失明好几十年了，不可能干出来那种事。他觉得是保姆的疑心太重，于是劝他回去安心照顾老人，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。而就在保姆回去的当天夜里，他又听到门外有声音，并且门上又多了一个洞。于是他拿起防身的匕首，悄悄凑到那个洞前，不管外面是人是鬼，他这次都要一探究竟。门外依旧是空无一人，难道这都是自己的幻觉吗？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门上的洞越来越多，小保姆的脸色也越来越差。她每天都想方设法的测试老人，可就是找不出一点漏洞，从而导致她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，一直死死盯着门外。等到外面一有动静，她就拿着匕首打开房门，看到没人后又迅速关上，生怕真有东西闯进来伤害自己。然而这次她转过头，突然发现老人竟然躺在了她床上，而洞口透进来的光刚好打在了她眼睛上，显得格外瘆人。保姆被这一幕吓得浑身颤抖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而等她再次查看时，床上已经没有了老人的身影，但门外又再次传来声响。接二连三的惊吓让他气愤不已，他必须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于是点着油灯，提着灯笼来到老人门前，用口水沾湿手指，轻轻地在门上戳出一个洞。他想要看看老人是否在房间，可里面实在太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他不得不拿起灯笼查看。而也就在这时，保姆的眼睛突然被匕首刺中，紧接着房门打开，下面一个人走了出来。保姆见状拿下眼里的匕首，随着鲜血缓缓流出，他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老人的眼睛里面好像有光。提起灯笼仔细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老人的眼睛貌似可以看见。于是保姆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匕首刺进了老人的脖子，鲜血溅了他一身，老人也应声倒地，很快便停止了呼吸。而保姆则淡定地关上房门，开始处理老人的尸体，一直到第二天夜里才分尸完毕。可就在用大锅煮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原来是牧师来到了这里，他想来看看老人。保姆谎称老人已经睡着了，但牧师却不死心。保姆害怕他发现自己做的事，只好让牧师跟着进来，还让他去自己卧室等一下。他去喊老人起床，这时的保姆还想着先把牧师骗到自己房间，然后再把他也处理掉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他带着牧师来到门口，却发现之前的那些洞竟然诡异的消失了。更让保姆感到恐惧的是，屋里面还有一道黑影在移动，老人已经被他亲手杀了，并且现在应该已经熟透了。那屋里的黑影又是谁呢？之前偷窥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呢？就在保姆不知所措时，走廊里的灯开始忽明忽暗，不一会儿便彻底熄灭。牧师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，保姆被吓得一直摇头说没有。牧师想要去点灯，他求着牧师不让走，但牧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赶紧把你让开！都快